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就是韩国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呢，韩国的第一夫人呢就是金建熙哦，现在呢涉贪遭到侦讯13个小时，那她被指控什么呢？收名牌包又炒股，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今天周六上午了，遭到首尔检方传唤了到一栋不对外公开的大楼进行面对面的调查。那侦讯呢一路从当天上午呢持续13个小时到深夜哦。那检察官呢是说他违反了反贪污法，即将面临收受昂贵的名牌包之外呢，还涉嫌炒作 BMW 韩国经销商德意志车子的股价。那金建熙的助手呢，其实之前就有告诉检方说，金建熙呢收到迪奥包了当日已经命令退还，是因为助手太忙了啦，是我们太忙了，所以忘记他的交代。可是这样的情况，韩国民众能够买单吗？那现在大家也在谈说，尹锡悦跟他的夫人金建熙哦，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还遭到民团检举哦，收到旅美律师的赠予的300万韩元的名牌包。那过程当中呢，还在佩戴手的时候来被他的录影机给录下来。那之后呢，他就神隐，希望能够避风头，这个是当时一个情况。那现在大家也讨论说，日韩亲美领导人现在是不是也失去民心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尹锡悦在跟美国签署联合核威慑的指南之后呢，现在韩美同盟关系已经进化成以核为基础的同盟关系哦，但是韩国人不这么看，韩国人现在呢有133万人要联署弹劾总统尹锡悦哦。怎么说？他们现在已经提出弹劾尹锡悦的帖子呢，已经参与人数破100万人了，将由国会的主管常任委员会开始做一些审核。另外呢，你看到中央看起来蛮亲美的，但是地方好像又有不一样态度哦。在韩国的济州道知事哦，他就说欢迎中国邻居来做客。中韩互为邻居哦，要加强相互的关系跟合作，而且还要保持好友好的关系，看得出来跟尹锡悦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再看到日本哦，日本的情况呢，现在30架的战机空中登场，日本跟欧洲3国展开联合训练，要提升印太地区的威慑力。怎么说呢？因为日本现在来自跟德国、法国、西班牙等空军呢，超过30架的飞机预计在7月19号到7月25号在日本周边空域进行共同训练。那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大家也很好奇，是为了台海冲突来做准备吗？现在美国海军计划跟日澳合作生产中的武器。怎么说？因为亚洲时报分析这个是为了因应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寻求日本跟澳洲因为共同供应链的忠诚供给弹药，但是真的能够做出来吗？现在大家也很好奇，因为现在波音生产的零件缺件日本呢推迟说爱国者计划的增产计划，所以看起来好像日本能够做出来，现在大家打上一个大问号。再来看到的是自民党现在总务会长呢深山参观了中国长沙的无人农场，他20号呢到访了这个湖南的长沙市呢，参观了完全由机械化的水稻无人农场，而且预计还要与中国中联部的高层来进行会谈哦。那深山运呢升等岸田的信任哦，此行呢意在与议员层面跟中方层面沟通，那希望能够改善彼此的关系。因为现在你看呢，岸田的内阁支持度仅只有15.5%，那现在是不是在玩两面手法呢？一方面抗中，一方面应该还是要派下面的人去跟中国来打好关系。那日本呢，现在智库也研究了台海的危机兵推模拟共军在2027年侵台的话，2大课题曝光。因为日本政府判断了现在呢武力攻击预测事态的时机到底是什么呢？那所谓的武力攻击预测事态呢，指的是还没有发展成武力攻击的时候，那因为情势紧迫，所以呢预测呢将会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现在面临到的情况会有点进退两难的感觉哦。那日本的这个前防卫大臣呢，他就说，如果日本还没遭到攻击就宣布武力攻击的预测事态话，恐被外界认为是日本主动挑衅，进而引发冲突。看得出来，日本也是蛮担心的哦。那美国这边怎么讲呢？美国这边说，哎呀，美军不用怕了。美国参谋首长说，美军必胜啊！我们也有对美军充满信心，但是惨烈程度可能会跟二战情况一样。话突然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怎么看现在韩国的第一夫人被收押了？怎么看呢？对，我觉得这个只是这个尹锡悦他步上他的这个前任的这个命运的一个起步而已。知道韩国总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个职务，是，下台以后每次都会下来，都会出事。下台以后大概80%
大概都是进监牢，没有进监牢的很少。现在只有这个上任总统目前还没有，不过他很小心，他每天在家里种田啊，就怕人家注意到他，那会不会出事还不晓得。不过尹锡悦我觉得他作风是蛮有争议的啦，对他这个做很多改革啊，或者说他的外交的方向转折，他都没有先寻得国内的共识，对，就直接就开干，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引发反对他，或者说原来不支持他的人的更大的一个反感。所以在今年4月的时候，这个国会改选的时候他的这个所属的政党执政党就大败了。那么韩国的国会一共有300席，到目前为止，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只有108席，距离半数还差42席，是没有过半。而他的最大的反对党叫这个共同民主党，就拿了170席，过半数。当然，就是说韩国的这个弹劾跟美国的弹劾一样，它的门槛很高。是，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他太太的问题比较多，不但他过去还没有当总统之前，太太就有假学历的问题，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林智坚市长这些都有一些共同的癖好，都喜欢收集。喜欢搞一些假学历，是他这个夫人本来就有问题的。那现在这个他当然有他的娘家也出现过问题。这一次他这个收名牌包被人家罪证确凿，所以呢这个案子他可能跑不掉，是会继续扩大下去。贪污是这样，没有说大贪小贪，贪得多，贪1块钱也是贪啊，对不对？对啊，贪1块钱也是贪啊。我们过去我们国军曾经有贪了多少钱呢？贪了这个只是请大家吃饭6000块，6000块，还有人买那个洗衣机也说你是贪污啊，结果判了5年还是6年？4年6个月。4年6个月，那你不能说贪污有大有小。那现在我们就不晓得我们这个郑文灿贪污500万是不是要少于4年6个月？对。那同样贪污就是犯罪，而且是加重处罚，公务员，而且像他这种位高权重的人贪污更应该严厉处罚。所以他太太我看是已经躲不过这个韩国总统的命运了。尹锡悦躲不躲过不知道。最近韩联社有一个就7月19号做了一个民调，是。那事实上的话，尹锡悦他的目前的好评率是29%，那坏评率差评是60%，是60%。当然，韩联社是不是这么客观我们也不晓得，因为他也比较像国家通讯社了可他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民调的调查，就显示60%人都给他差评。你说他这个干下去的话，前途事实上是蛮危险的。那最主要他失去民心的很多部分，就是说他在两韩的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他走得太偏激了。而且他一直要把韩国带到怎么样核子的这个大国里面，这个对，一直想要把核子武器带到韩国来，一直要求美国把核武器带到朝鲜半岛，这不是升高对抗的冲突吗？本来打仗的话，你了不起丢几个温压弹，丢几个什么子母弹，那个杀伤力还再怎么样还可控。你要把核子弹带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才多大？你要几颗核子弹这个真的朝鲜半岛就完蛋了。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防卫政策有一点自杀式的可能是他导致韩国老百姓对他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了。是，那这个也没有得到，在他做这么重大的这种政策的要求上，他60%人都不支持他，国会上他的席次勉强超过1/3。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讲民主政治原则好了。他没有多数的支持下，他做这种重大的改革，这符合民主原则吗？回过头来，我们就想，我们台湾是不是一样是这个情况？是你没有掌握民主，你没有掌握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时候，你要做重大改革的话，那你应该怎么样？交给全民来复决他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尹锡悦的这个命运我是很不看好。我觉得他们未来还有大概2年多一点吧。反正韩国总统是不能连任的可是我不认为他能够很顺利的走完他未来的任期，而且他任期结束以后不会被又给人家挖出来像李明博一样挖出来一些案子继续关到监牢里面吃牢饭的。是，好，请教厉将军因为像日本的这个演训看起来好像就是为台海冲突来做准备，但是好像现在你看美国都喊必胜，但日本立场好像有陷入两难的情况美国不但必胜，
而且还全胜。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这个战略很清楚嘛。如果说按照美国的布局，这日本、韩国、台湾都依照美国的这种战略构想来打这场仗的话，那美国不但是必胜，而且是全胜。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举一个很明白的例子，就像俄乌战争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时候对乌克兰打得差不多了，这个俄罗斯继续向北约这些国家发动攻击，然后德国、法国也参战进去打到最后来讲的话，大家两败俱伤，这时候美国再开始参战，那我试问，美国是不是当然是必胜了？所以美国这种必胜，它叫什么？叫割到尾的必胜，就是你们日本、台湾，对不对？韩国你们先去打，补尾刀了哈，打到你们差不多了，我美国再来割到尾。其实美国每一场战争都是这样打。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日本打仗。对不对？他是不是等到中国跟日本打了4年，日本已经战力被消耗差不多，美国之后才参战，对不对？欧洲战场也是如此，对不对？都是英国跟这个，或者是说俄国跟德国打差不多了，他才下来，在下场，在最后做收割到尾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布朗讲的话，但是每一个我们东亚各个国家自己要去思考清楚。我觉得现在脑袋最清楚的不是尹锡悦，是尹锡悦的老百姓。他们现在在野党组织准备通过一个法案，叫做避台法案。就是你台湾如果有打仗的话，不关我们韩国的事，我们韩国军队不准去参加日本。那确实啊，他们现在准备通过这个法案，就是禁止韩国的军队去这个参加到台湾。如果台海之间发生冲突来讲的话，他们军队不到台湾来的，准备通过这个法案。那第二个笨的是日本，日本也注意到，也知道如果他现在让美国自军，他很麻烦，他要不要协助美国？那如果要协助美国的话，很可能他的基地会被中国攻击到，对，战火一定会带到他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台湾是最笨的，我们台湾这边不但不去想办法避战，还主动去挑战。我特别要说，这有关于所谓的日本政府判断武力攻击预测事态，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开战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换句话很具体的来讲，就是对岸来讲，它实施战备集运，在以前就可能，譬如说港口人员开始装载了，车辆开始运输了，这个医疗医生开始往前面送了，血浆开始准备了，弹药往前面送，大概这就是事态。可是问题是说，以前的战争你可能这个因为来讲，你这个武器的射程顶多就是40-50公里大炮嘛。所以我必须要将这些武器装备前运，才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但是现在武器装备不一样它可以就现地来讲，就在基地里面虽然发起攻击。你看一颗导弹，就现在来讲，解放军所部署的所有的导弹的基地来讲的话，它不需要往前面推到港口来，它就可以起飞了。它渡台的部队也不必到港口去装载，它直升机运20或干嘛就直接可以过来了。对，所以说这个事态时间，我们自己推测啦。日本是这次来讲的话，他说可能会有1周的时间让这个预警时间。那他就很为难了。他说，如果说一旦发现这个解放军将这飞弹啊、导弹啊这种盖子口打开，所有飞机加满油挂好弹，那这个时候他要不要主动发起先发制人，主动发起攻击？日本讲的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他不先发起制人来讲，不第一击主动先打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是解放军来讲就先对他攻击了，准备好对他攻击？所以日本犹豫在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说是美国来讲，现在战略的部署非常明显包括从韩国、日本。然后从韩国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在野党提出来避台法案，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是美国叫韩国去打第一线。但是你要知道，东北亚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应该不会是只有我们台湾或者是日本，包括到北朝鲜、北韩或者俄罗斯跟中国来讲的话，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台湾，我觉得我们自己政府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人家韩国都有这种觉悟，日本也有这种发现这种形势来讲的话，你又不敢做第一击这个反击，那你自己来讲，如果说是不能做第一击，不能做反击来讲的话，你事后根本就没有反击的力量。那我们台湾目前也是处于这种情形，所以大家愿不愿意当这个美国的当他的道子准备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然后让美国最后来得到一个割到尾的全胜，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好，请教平哥。我觉得金建希也就是尹锡悦他老婆这个案子恐怕他是很难脱身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根本是设计他的，设计他的。这个崔在英他当时就是偷偷在拿礼物给他的时候，就是偷偷手表把它全部录下来。对，这个牧师已经讲了，他认为就是这个总统跟总统夫人应该是要非常连结的，所以他就是故意做这件事。所以你根本已经设局炸你。对，人家已经
设计好，把你整个过程都拍下来，那你请问一下要怎么脱身？这恐怕是极度困难的。然后什么忘记还这种说法，我看不会有人会相信。工作太忙忘记还，这种东西你当初就不应该收，为什么要还？对，没错。对，你以为你是郑文灿吗？1年以后还可以还吗？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恐怕很难脱身了。是。那现在日韩同时面临的状况就是领导人的支持度都非常非常低迷。对。那所以在国内基本上都不被看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日韩恐怕都已经很难做出重大决策，因为在国内的支持基础太低了。那日本最近一直好像动作频频，你看又跟这个什么欧洲3国联合演训，对，好，那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听命于美国，是美国叫他们这样做。可是问题来了，你演训一下，这样能够威慑谁？谁也威慑不了，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知道嘛，你德国、西班牙、法国，真的如果亚洲发生战争，你们会过来吗？不可能嘛，超远的。你要绕半个地球过来，你有毛病吗？你来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在亚洲已经没有这3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存在，对，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淌这个浑水，只不过就是因为在美国的要求演一场戏而已，便宜演嘛，对，就是弄一弄。那反而是日本现在显然被美国要求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要他付的钱越来越多，然后呢，他要他去征购这些中程导弹啊这些东西，对。可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会希望日本帮他？最近已经提出好几次建议，比如说船舰是不是由日本帮忙代建，然后导弹是不是由日本帮忙代做？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单纯为了增强亚洲的力量，而是因为美国的生产线出了大问题。美国的生产线现在价钱又贵，然后速度又慢，已经完全不符美国自己的需求。是，所以他一直希望日本是不是能够帮这个忙，但是还是会牵扯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日本现在在做这个兵推呢，实际上很多台湾人都说，你看，日本就是因为有心想要帮助台湾，所以来做这个兵推。其实错了，日本从头到尾在兵推，人家在做什么？你知道？他是在担心，万一日本遭受攻击的时候怎么办？人家是在担心这个事情，担心自己了。对，他担心的不是说你台湾出了事情，我日本要怎么帮你，不是这样子，你们完全想错，不要误会哈。对，所以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本来就必须要去设想，他的国家万一遭受攻击，应该要采取什么样一个防卫态度。我觉得这对日本来讲是很正常的，可是对日本来说，他现在就是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别人还没有发动攻击之前，我就要先反制，可是他又不能够主动出击，所以这是日本现在最大的麻烦。那这个枷锁能不能解开，就看美国跟日本要研究怎么办。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印度的情况哦，现在呢，印度有个学校，它教室的墙面倒塌哦，3名学生瞬间消失，哇，那个当时上课上到一半，突然墙壁塌下来，吓死大家了。那同学呢，很多赶快奔逃。那后来呢，好在只有一名学生受伤而已哦。那当时呢，因为这间学校的墙壁突然倒塌，靠墙壁的学生呢全都摔下去，连教室内的同学都吓了一大跳。那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有讨论说，那印度是不是在大肆建设的同时，基础建设是一个一个的坍塌下来？因为呢，是法国的《世界报》就报道，印度为保证发展，正在大肆建设，但因为品质太差，连机场啦或是桥梁都面临到崩塌的一个情况。那莫迪呢是像印度呢，像为了追赶上中国，莫迪承诺在2047年之前呢，要让印度成为发达的国家。但是不好意思哦，现在法国的《世界报》呢要浇你一桶冷水了，说这一桶这个灾难啊，让人们对莫迪政府的雄心失去了信任，甚至《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啊，印度正在借鉴这个中国大陆的基建模式，但是很难达到大陆的水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那现在呢，大家都要看说，现在印度的有议员啊，在中国被占领西藏建这个大型水坝表示严重关切。这个是印度的人民党的议员啊，他说啊，中国大陆呢正在西藏的边境这个墨脱地区修建一座大型水坝，这个水坝呢对印度构成了非常大的水文的威胁。那印度官员说呢，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邻居啊，你们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可能可以转移整个河道，使我们的江水干涸，或是立即放水，造成下游前所未有的洪水。那路透社他也报道说，印度正在
计划斥资10亿美元加快在中印边际建了12座的水力发电厂。此举呢也被中国视为是侵犯主权。那印度呢现在推出了佐拉瓦的轻型坦克，有助于用于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情况。那这个呢是印度首款的国产轻型的坦克，在本月初亮相那现在可以更适合山区，预计了在2027年就会投入使用。那现在中印的一些关系看起来也慢慢开始紧张起来了，竞争也加剧了。那中印竞争呢已经从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呢转移到广阔的印度洋，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战略游戏。那怎么说呢？因为中国加强了柬埔寨、缅甸跟马尔地夫等国家军民两用港口跟基础建设之后呢，现在印度也要转移他们的情况。中国船只呢，在印度的经济断期在做数据收集，原本呢是在喜马拉雅山这边，现在已经转移到印度洋这边，在持续在做一些数据收集，看起来较劲意味是蛮浓厚了。那尼泊尔新总理呢，现在也续签“一带一路”那印度呢，作为回应在拉克沙群岛以及摩里西斯等的战略地位的新建的新基地，而且要扩大作战范围。那美国跟法国跟澳洲呢，要加强他们这些伙伴的军事演习。那再来看到美军的罗斯福号呢航母打击群12号呢才在印度洋与印度海军一同演习。哇，他可能觉得说美军来罩我了，但问题现在来了，现在中国跟马尔地夫跟尼泊尔关系加深，印度现在被包围成型了吗？那中国大陆的军方代表呢，3月曾经出访马尔地夫跟斯里兰卡，还有尼泊尔，分别与这3个国家的国防会员会谈，讨论区域安全。那马尔地夫呢，命令印度期限撤军了，与中国签署了无偿军事援助的一个情况。那尼泊尔新任的总理清华对印度代表了什么意思呢？预计会跟大陆加强“一带一路”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了2015年9月的时候，新德里对加德满都实施经济封锁的时候呢，这个奥利曾经拒绝让步，我拒绝让步给你所以他在前任总理达哈尔近年来改变路线，与印度加深关系之后呢，2022年重返执政的时候，他首度出访的是选择印度而非中国。后来就是选举结果，大家也心知肚明。好，我们先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现在印度的情况？那你看这些基础建设做不好，还说要赶上中国，有可能吗？我觉得印度跟中国差距不是50年，是差距100-200年。是对，因为我去过印度很多次，印度是一个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即使它的城市也是非常非常的脏乱是那缺乏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它的火车每年从火车顶上摔下来的人数千人死亡人数千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坐火车，有人是免费的，是坐在火车的上面，坐在火车上面的屋顶上面，所以印度是这个人命非常不值钱的。在这些各大城市每天这个死在街上的人就很多，是因为为什么？都是乞丐因为他这个社会的分成四个阶级嘛，那贱民阶级本来就不算是人对，而且他们这个照这个印度教的这种这个说法，就是说贱民你不能救他，你救他你就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他因为上一辈没有他前一世没有做好事，所以他这一世来自要受苦的，要受够苦，他才能脱离这个轮回再到一个好的一个就再次投胎的时候会投出变成就是贵族阶级了。所以呢，他这个理论很恐怖对，因为让你见到乞丐你还不能救他，这底下的人永无翻身机会，而你救他你是害他，是，所以这个是印度人的伟大哲学，所以就知道他们这个社会很畸形。其实你去包括新德里看，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住四个乞丐家庭，都是从阿公到爸爸妈妈到小孩到孙子4代在那边，永远不会翻身，在那边乞讨。那我去过日本，这个印度最有名的，它叫 Bangalore， 印度的这个矽谷，前一阵子果然出事了没水。你说我们台湾这个电子业要很多水，我们都在愁。是印度在发展电子业，结果它整个城没水，因为它根本就是不配套的。所以那个国家你去看那个你会相信它会有前途的人除非是你尝试有问题。这个国家
非常不上轨道，是，而且没有现代化的怎么讲？没有现代化的这个基础设施，有几条路稍微通也都挤满了。然后呢，你在它一般的乡村道路哈，那个车有汽车，有牛车，有马车，有行人，哦，还有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混乱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一般就在讲说，哎呦，印度不得了了，2045年要超过谁？超过谁？这是因为印度人自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另外西方国家在捧杀他把他讲得好得不得了。是，其实这个国家，我认为跟中国的差距不是几十年，是上百年，而且它很难翻身，因为它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基础都没有存在。是，你不要说男女平等了他这个社会就分4等人，上层的人永远在那边享受，下层人永远受剥削，没有人去管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你难以了解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他会这些什么房屋倒塌、大桥倒塌、铁路倒塌，这根本每天都在发生的是每天发生的。另外一个中国的墨脱水电站那个水电站盖成的话，它的发电量是比三峡大坝还要多2倍，是6000万千瓦的发电量。是，那发电以后，那对中国大陆的整个的这个能源转换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印度他们很紧张不过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工程，是已经开工了。请教厉将军。有一段时间没有讲三哥的故事给大家开心的今天我再讲一下三哥的故事给大家三哥的故事这个最近这个说是阿鲁恰尔邦在什么位置呢？我们地图上面给各位看一下其实它是在这个地方，中印边界交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印度有一个它的地图很奇怪，它这边有一个很狭窄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西里古里走廊，那下面白色就是孟加拉就是国家，所以这西里古里走廊只有20公里。那1997年的时候，这个中印2017年的时候，中印边界冲突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解放军在这个地方叫洞朗这个地方修筑了一个机枪阵地，那可以把这个西里古里走廊完全切断掉。这一切断掉以后，我跟你讲，这7个邦就独立了，你知道？这7个邦其中有一个叫阿萨姆，其实他们这早就想独立了。他自己觉得说是，我这边富裕比较，生活比较好，这我宗教跟你信仰也不见得一样，对，所以他们早就要独立。所以万一这个西里古里走廊被切断的话，就让他名正言顺可以独立对，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地方要盖水坝的话，那当然印度就本身来讲的话，希望有这个水坝可以对东北这个7个邦在经济上面有所注意。可是经过这个2017年之后，解放军也很聪明。解放军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西里古里走廊上面100公里，只有100公里，叫日喀则的地方部署了歼20的战机，是歼20跟歼10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那对印度来讲是不是就是一把剑摆在他喉咙上面？这个如果说是随时在刀子一挥的话，这剑就要砍断。那你现在另外一个三哥又在讨打了。你知道每次来讲的话，好几次的这个印度中印边界冲突，他们都是用冷兵器嘛，棍棒什么上。你认为解放军那些是什么样训练出来的？我跟你讲，是少年武生啦。少林寺他们从4、5岁送到少林寺去学武，然后要打架的时候叫过来。所以你看他们都是少林武生。你看他们练的那个齐眉棍、长棍或者短棒，它是上面只要缠上一个铁丝。对不对？它就变成说是狼牙棒了嘛。对，所以你说他怎么打得过人，对不对？是三个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氢战争也更有意思这个那时候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班公湖是在这个地方的边界冲突。2020年那次。我就觉得很好笑，印度你怎么会把那么大的战车、重型战车开到山区里面？我那时候预言他说你开上去你会开不下来，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山谷这个道路没有那么好走。那果然没错，今年年初有一则新闻，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印度在高山上面建立一个坦克维修站。他为什么建坦克维修站？因为坦克开不下来。那解放军现在发展这个轻15型的战车，对，那28.5吨。印度不服气，我要做的比你更轻比你更轻，对。他这拉卡瓦是只有20吨更轻，问题是更轻，这个只有20吨而已啊！不但20吨，而且还可以这个射水。那你要那么多功能，只有要牺牲某部分嘛？它牺牲掉哪一部分？装甲的厚度。所以说用机枪就可以打穿它这个新的战车的这个装甲就可以打穿。这真的是蛮阿 Q 的想法来请教彬哥。印度当然一直都很有雄心壮志，而且他一直把中国大陆当作假想敌。可是说真的，
就是刚刚介大使也提到，印度社会内部有太多自己的问题。是，那他现在莫迪喊出来2047要变成发达国家，你知道印度现在人均 GDP 多少？才2000多块美金，中国大陆是12000多。那当然各方的计算方式不同了，可是你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一般来说是以2万块美金，大概就是相当于美国1960年代左右的水准的时候。那请问一下，在短短20几年之内，印度可以成长10倍吗？哇，大翻身了。对啊，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而且印度很快就会面临到，它现在是享有人口红利没有错，可是它很快会面临到它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会让它经济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内部的问题太多，而且印度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实际上不是。它内部分成各方不同的势力，有一些地方根本就是自己在搞自己的。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印度它本身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它到底要怎么样集体的发展？要怎么样去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这个对印度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那印度的不管是工程也好，或是它的军武也好，向来就是以这些问题百出闻名的。对。在美国的社会呢，因为大选11月还有一段时间，但一些国际大家各国的看法都认为，现在川普正在当选中嘛，而川普在枪击案之后第一次跟范斯他的副总统搭档同台造势，川范配这个粉丝都很有意思，除了身上穿起这些上衣啊，然后更有意思是耳朵还用白纸贴起来，然后学着川普喊 fight。战斗，所以锁定摇摆州密西根州也是胜负的关键之一。但遇刺后的首场造势，其实他的言论又回来了。他盛赞习近平吗？来看看他怎么说。I got along very well with President Xi. He's a great guy. Is he a smart man? I said, no, he's a brilliant man. He controls 1.4 billion people with an iron fist. He makes guys like Biden look like babies. They don't even know whether they're coming or going. Did you see Nancy Pelosi is selling out Biden now? Did you see? She turned on him like a dog. No, she's crazy as a bedbug. She's a crazy girl. 像虫一样，他指的是谁？佩洛西啊，不来过我们台湾吗？而且这些高层都是为了要逼拜登退选呐，像狗一样咬住拜登不放。先前大家还说枪击案之后可能1个礼拜1个月啊，至少不会再互骂。那现在很快，像这些攻击的语言又回来了。川普炫耀的好心情、好交情，除了跟这个习近平主席之外，还有金正恩呐，还说啊邀他一起看棒球比赛。所以呢，为什么常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做点别的事情？只想买核武做炸弹啊！我告诉你，放轻松点啊，放心啦，你有的核武已经够多了，等等，这样就可以阻止战争吗？躲过了暗杀之后的川普登台造势，他公开的喊：“我是为了民主挨子弹。”所以当其他的政敌骂他说啊，是他反民主、反对民主，他说那真是疯了，我的挨子弹是因为了民主吗？好，民主大家都拿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口号跟一个头衔用在自己的身上。当川普说要就责他没有收到任何警示。一开始不是有感谢嘛？就隔一段时间说他说要就责了。他说密情局这些接到了报案处理，连现场民众都看到有这样子一个可疑人士在屋顶上的时候，明明可以请他等个15分钟、20分钟再上台的，却没有人告诉他有状况，也没有让流程有改变或有保护。他认为是疏失。那也质疑枪手爬上屋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通报上来？这个先感谢完，接下来回头还是要追究嘛，这才是川普嘛，对不对？所以民主党这个劝退的声浪不断，所以连媒体啊，所以各种西方媒体传过来啊，都说可能这个礼拜周末就会由拜登亲自站出来宣布退选。你看嘛，各种竞选总干事迪伦在会议上面也都敦促竞选团队不要理会有线电视新闻上面关于拜登是否会被逼退的报道。不要看电视啊，那不看电视有用吗？那民主党的议员也呼吁退选，还曝光说，这个麻州众议员说的莫尔顿我是议员结果在法国的活动遇到的时候，拜登几乎不认得我。很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令拜登强大的所有特质、精力啊、活力啊、犀利啊，尤其他外交的长才，过去是很被看重的，但他认为包括智慧都在消失当中，所以大家在这个踩一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党内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到底要不要退选？那现在如果退选，谁来取代？裴洛西主张开放党内竞争啊，不一定是贺锦丽，
而贺锦丽呢，传出来已经是党内共识了吗？那包括共和党早在川普遇刺前就砸大钱做的民调啊，投放广告啊，攻击潜在的头号对手贺锦丽。CNN 报道，许多民主党人表示，无论产生方式怎么样，最后可能出现，如果取代拜登的话，还是贺锦丽。毕竟他是现任的副总统，是共和党对幻灯剧本的共识人选。其实他们担心，媒体这些本来挺拜登的媒体也担心，成为美国史上首位非裔女总统，可能会瓜分黑人选票。落井下石人真的很多在美国盛传会退选，拜登说期待重返竞选活动，团结一致，我们会胜选哦，他还在喊话啦。但是在隔离，因为确诊之后隔离之后，说逼宫声浪很加剧嘛。美国媒体报道啊，包括裴洛西啦、奥巴马嘛，说都在背后插他一刀，操控这些煽动的因素跟原因。是这样吗？但无论如何，永明姐在美国大选现在的因素是真的，川普包括大辩论赛、辩论的演讲啊，辩论之后，然后到了这次枪击案，几乎整个舆论一直同一个方向。那个刚才浅秋讲啊，就说这次的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你看刚才画面有闪到啊，就是他们的最流行的造型呢，就是每个人都在耳朵上啊绑一个白纸啊，就是学川普哈，就是用他那张那张照片。是那这个事情真的很妙，因为大家知道吗？这期 Time Magazine 的封面呢，就是选川普叫 The Man of the Year 啊，那这个应该叫做年度风云人物，对不对？可是他的那个 year 呢，他就用一个双关语，他就不用 year， 不是用年，而用 ear 耳朵，就是耳朵的男人。好，这个被意思就是说枪没有打到嘛啊，但是刮过耳朵嘛啊，就是他这个耳朵男人。那不管这个耳朵男人是讽刺啦，还是记录他这个事件啊，但不管怎么样，选举我们台湾大家都知道，他是各种民众一人一票的，所以你很多看起来跟政治、政见、政策各方面、政党认同无关的事件，可是往往呢，它会改变没有决定的选民或者中间选民的那一票。那川普的这个被枪击的这个事件呢，就有可能改变。他第一个，为什么大家现在会比较看好他？第一个就是说呢，本来这个共和党的有些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人，他们很可能会动员不足，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川普到这次还在胡说八道，整天乱骂人就是有点觉得不好意思出来。可是呢，因为他被枪击了以后，那美国又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很高的国家，他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逃过一劫所以他有可能动员了一部分人。那另外呢，对于底层的更支持他的，可是可能信仰更强的人呢，他的那个拉票的动员力更高。那第三个呢，在他声势上来，而民主党又陷入到底要不要换拜登的危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台湾也经历过那个换柱风波嘛。其实你知道，一个主力候选人，而且洪秀柱还不是当时的这个总统对不对？那拜登还是现任的总统，所以这种自己内部只要搞分裂呢，马上那个声势会很下滑所以这个对于所谓中间的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人呢，他会有转变的那个效果。那当然，我认为川普是真的很聪明的政客。他现在在鼓动选票往他转移的时候呢，他现在就开始针对那个密情局。为什么他要针对密情局？因为密情局真的非常的离谱那密情局是现在谁在掌控？是现任的白宫主人，是现在的民主党政府要掌控。那个最令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那个狙击手呢，在的那个屋顶是全部他整个环境里面最靠近他的一个屋顶。然后上面既无人把守，而且呢，不断的现在都有影片出来显示呢，民众已经先前发现了那里有人，而且他们还去叫了警察，结果呢没有通报川普，然后也没有人有回应。那你说这个事情严重的疏失，当川普这么重要而且民粹型的领袖，他一讲了以后，是不是整个阴谋论又通通出来爆发？所以我觉得一连串的这些操作确实对民主党相当的不利。
当然，将军有很多人讲一次枪击有没有可能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仇恨值这么高，所以现在看他的维安层级都高到还有直升机这个造势活动改室内，然后直升机要戒备等等，都到最高的戒备了。但拜登到底退不退选，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了。我认为拜登的话，目前来看还搞不定呢。那共和党川普都已经搞定了，正负都已经出来了。那拜登这样子要换不换这个，然后就说还不要看这些有线电视。就有点盖牌的感觉，我认为现在民主党有点要盖牌的感觉，就是大家要叫他的支持的这些群众不要去看有线电视，绝望了。对，就不要去看那个电视。那你这样子，大家都是谁不看电视？有很多资讯、很多消息、很多的判断的来源根据都是来自于电视啊。那现在换句话说，我们来看，就目前来看的话，对共和党反而是有利的，对川普就是有利的。那我们可以看了，那川普他商人出身。商人出身呢，我们的商人在商言商，其实这只是一个成语而已。其实商人呢最喜欢就是买空卖空，才能够赚钱哦。你没有买空卖空，你怎么赚钱？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台湾，他要把我们台湾会不会当盘子，要提高这个国防预算到这个 GDP 的5%，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可能要加重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防预算只占 GDP 的2.5%。你整个要翻1倍的话，要增加6000多亿台币，那你要加重税。那我们这个钱是不是留在国内照顾这些穷人？我们穷人太多了，中低收入的年轻人太多了，我们是把这个钱留下来。因为川普有这么说法的话，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他这边是会不会把我们台湾当盘子，会不会对台湾敲竹杠？我认为你看看乌克兰目前的状况不是嘛？乌克兰几乎全国都被抵押了，到现在为止，你看他还很惨。美国大兵还不派进去，我认为赶快派美国大兵进入乌克兰战场，帮乌克兰嘛，应该这个样子嘛。乌克兰已经这个样子，已经半残了，你就束手旁观，给他武器。我认为这个是刚才道义讲，只帮到一半，没有全帮，那你叫乌克兰骑虎难下。所以我认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是川普的胜券在握的状况之下，我认为我们的整个的国防政策、军事的政策，可能要赶快要谨慎一点。因为虽然川普他走的是现实主义，川普不是理想主义的。如果川普是理想主义，是可托之人、可信赖之人，但是川普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我们就要非常谨慎。我们如果被当做一种牺牲品，或者是被占了便宜，为什么？商人最喜欢趁我们叫趁人之危，你知道吧？我把你的整个公司当，我们为什么听到秃鹰？什么叫秃鹰？趁人之危啊，就这个时候吃掉啊，就是这个样。那我们要很谨慎。那我们会被人秃鹰的目标被秃鹰掉，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战略智慧，而不是只有政治智慧。因为政治智慧是管政治，但是战略智慧是管国家的发展跟国家的前途，尤其是我台湾2300万的这些百姓同胞，我认为要非常谨慎哦。那现在我看整个态势慢慢明显，共和党是明显占有优势。那所以我们台湾何去何从？尤其在军事、在国防上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深思熟虑。朱老师，当然现在川普讲一句话就会全球感冒嘛，从我们股市到汇市到所有的各种风险控管都是如此。而现在他随便讲，不管是他讲把金正恩讲着好像很轻松自如，哎呀叫他不要多玩点别的哦，好像很轻松。对核武来看待是可以这样，或者是对中国大陆习近平他的看法，这个讯息带给大家是什么？其实他在挑动最敏感的一个神经啊，什么神经呢？就是很多人都在预测，都在预期他当选对于国际局势会带来什么影响，而他提前去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也就是说，他现在等于是告诉他说，他明年即将入主，那他未来所做的事情，现在就让他发生效果啊。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当这些世界各国的主要领袖都预期他会当选的时候呢，他们对于拜登政府所提出来的种种做法呢，可能就会抱持着观望的态度，而这就会造成拜登缺乏信用，拜登的这个国际事务就施展不开，而他现在就要去扩大这样子的一种伤痕，对拜登政府来说。所以你看，他说他跟泽伦斯基通过电话，他又点名了这个金正恩，这些种种的行为，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拜登已经跛脚了，他即将来了。
哦。那当然，我认为其实他讲的话里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他是这个为了民主而挨这颗子弹哈。那我觉得真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说民主党根本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啊，他不断的在民主党的伤口上呢，就是在这个撒盐，不断的扩大他的这个伤口。那当然，刚才讲到就是说，到底拜登会不会被退选？现在大家各方面的揣测很多。我注意到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是，美联社在这2天有一个民调，说10个他去做民调，就他问民主党人，那民主党人里头10个里头有6个，也就是60%的民主党人认为贺锦丽会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哇，我觉得这个民调其实是对拜登的威胁性是蛮大的，雪上加霜。对，没有错，因为贺锦丽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替代人选，贺锦丽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被认为也是最坚定支持拜登的一个人。那他现在做了这个民调之后，就变成让拜登很难以去批评贺锦丽，但是又很难以去这个驳斥这样子一个民调，所以我认为现在看起来，你可以看到就是民主党现在人心惶惶。那前2天 CNN 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报道，讲到民主党内这个低气压，那个气压之低哈，就大家提到这个问题是什么？不敢问，不敢说。就是在民主党那个办公室里头，这些幕僚都不敢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讲啊。真的。然后各方面来的电话也要提出这个所谓的公版的这种标准答案，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回答，尤其是来自金主的这个压力是更大的困难。然后呢，不断的有这个国会议员啊、众议员啊、参议员啊出来说要换人。那现在他们当然你可以想象，选民来的电话很多，金主来的挑战很多，所以这些幕僚就这个变成说，大家不敢在办公室里头谈，但是不敢谈呢，又要不断去想，那不谈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又要不断的去交换讯息，所以你知道那个之困难，气压之低。所以就使得这个压力不断的，就像这个茶壶里的风暴，不断的累积。可以想象，不管拜登要做什么，做了什么决定，那都会是面临到极大的压力。但是更可怕的一个情形是什么？他完全不做决定，完全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个压力最后会冲垮了整个民主党的信心。是，现在才7月，已经提前跛脚的话，会不会换人？大家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11月吗？不可思议。而全球其他国家来讲，更是担心，尤其川普正在当选中，这件事情呢，各国很害怕。最害怕其中几个国家，包括日本啊。日本担心什么？川普曾经公开讲过啊，美国优先主义，所以呢。日本官邸人士指出，范斯廉副总统这位搭档人选刚出炉，就表示要求盟国分担负担，包括像美国、日本的驻军啊，要求驻军的经费负担要提好多倍呢那跟上一次川普曾经讲过的一样，其实就是收钱，保护费越收越多。那所以日本官房长官林芳正表示，将继续高度关注走向不像我们是直接说我们会负责这样印太地区的任务跟能力，这是我们卓荣泰院长这样说的。观察其他国家可就不会这样讲了。例如俄乌，当跟川普直接讲说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他认为可以帮世界带来和平，就可以为接下来的和谈结束暴力。但泽连斯基可不这么想，他担心的是不是会反而被出卖吧？所以美国之音的报道认为，泽连斯基近期在全国谈话的时候，特别出现了不寻常的变化是什么呢？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年多以来，第一次暗示他有意愿跟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来进行谈判。先前都踩很硬啊，不是还叫他撑到11月嘛？投票大选之后，为了拜登的选情嘛？那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通话？这个风向是拜登阵营也 hold 不住的呢？还有布林肯，他为了要缓和跟川普这种所谓跛脚的概念的疑虑，所以他强调乌克兰正迈向能够在军事上独立自主这个月北约峰会上，美国跟超过20个盟友这些人所谓的安全协议，现在要怎么样独立自主的军事呢？路透社还有报道一件事情是美国准备跟日本要合作生产爱国者飞弹，这个用来提高这个应付乌克兰防御俄罗斯攻击的需求不过有意思的是，它当然是还有一些降低成本各种的可能性的要求啦但是波音公司生产一个关键零件居然短缺
哦，所以不止飞机会出问题，连关键零件也生产不出来，所以在日本要实行这个计划就被迫延迟。恐怕三菱重工说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提高产量了哦。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对乌克兰来讲，连这种简单的合作都没有办法产生吗？所以美国批评中俄伸手按住，现在这种批评是不是也越来越微弱了呢？因为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公开讲说，中国应该停止。一直超出一个国家应该做的范围，提供给俄罗斯，包括了70%以上的机床、微电子产品等等的这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生产飞弹的这个原物料，所以他们继续的谴责中国，要求他们加以控制，否则就会加以报复，包括在各种的制裁上面还有用吗？在这种时候，中东更是如此啊。中东怎么样呢？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美国担心影响和谈。不过，川普、拜登都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务院说担心法院意见的广泛性、复杂化解决冲突的努力。问题是，这样的国际法院的裁定也仍然对于这个中东这里的乱局没有太大的影响或可以约束的能力。包括胡塞组织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那用了无人机去攻击洛比维亚的货船，这艘船就这艘船在红海被攻击的同一天，胡塞组织还用无人机去攻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市中心。那这各种可能要报复美国对乌克兰军援的行动持续还在进行当中，甚至以色列也没有再客气的，他直接狂炸也门，这次直接出动的是 F-15战机。看看这段画面，这个所谓的烈焰冲天，至少造成了30死87伤。报复青年运动的这个行动，直接攻击的是也门的荷台达港口，击中了油轮，还有电厂，造成大火。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还公开表示这次的空袭是对攻击特拉维夫的回应。所以整个世界还在乱没有乱完。但美国洞见观瞻，各种的影响都持续进行当中。将军，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以乌克兰的战局来看呢，这个拜登是开小口，但是川普是狮子大开口要很谨慎，要很小心因为将来这个川普如果是当选的话，那对于乌克兰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战略态势不利，因为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拜登在这2年多的乌克兰战争没有派一个美国大兵进入最重要是要美国大兵进入到现在为止没有派任何一个。那如果是川普上来了，更不可能派了，而且是狮子大开口，要乌克兰的这个可能其他相关没有抵押了，全部抵押出去了，因为他今天是生意人所以我们来看他今天讲我在一直想说，他是1天就结束乌克兰战争，什么是一天？投降就就是逼乌克兰上谈判桌投降了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非常谨慎，他这个因为美国这个政治4年一大选整个就会换。那如果是真的改朝换代了，由民主党换为共和党执政的状况之下，我认为乌克兰战略态势极不利，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因为会变成川普是为了美国再次伟大，会牺牲了。他说美国再次伟大，我就可以保护大家。其实变成美国再度伟大之后，盟国牺牲了，不干我的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不是说美国再度伟大，我来保护大家。那这个可以，我们来想一想，那你让美国再度伟大吧，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有个靠山。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在想说，我们很多事情呢，要从反面来思维。如果不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做战略决策？我们切记不要陷入进退维谷，就说你进退失据了，这对我们来讲，国家来发展来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呢。所以我就是在想说，美国为什么不出兵啊？出兵不是解决了吗？你出兵有那么难吗？而且现在出兵的话，在俄罗斯来看的话，现在俄罗斯已经被乌克兰拖了2年半了。因为来讲，美国出兵的话，刚好下半场马上一出兵，刚好我们讲，然后引战爆发战争，选举延后，对，就杀尾段不是嘛？就是很好啊，这不减圣城的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可以对俄罗斯的军队秋风扫落叶，不是得了吗？结果不是美国在这个时候，人家这个时候剩下最后一根稻草了，赶快帮忙一下吧。所以我认为现在乌克兰的他，尤其是泽伦斯基，他忧心忡忡，他可能晚上都没办法睡好。你看我看他整个的面露疲态，他就换叫他这整个的战略的思虑已经乱了套了。因为早谈搞不好早赢了，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对，因为现在11月5号马上
逼近，只剩下3个多月了。那这个时间说快也快啊，因为乌克兰战争打了2年多了嘛。你看他整个疲态，他以前的时候我感觉到还意气风发，为了乌克兰的前途跟俄罗斯拼到底。那现在好像他的中气不足了。所以我们来看呢，整个状况来看哈，我认为要非常的谨慎。这个换下移到台海这个状况来看的话，也是如此。所以我要认为从这一方面来看，因为我们移到简短的时间补充一下，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对这个也门组织、胡塞组织在这方面的报复。对，换句话说，在这一方面，以色列的情报的掌握是美国提供的，所以看得出来。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胡塞组织那么重大的战损跟伤亡？这是美国提供的。所以我们来看得出来啊，在这一方面，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一方面的相挺，是造成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战略的负担，或者是战略的我们讲的战略的一种这个战耗损，是这个状况。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呢，要跟美国打交道要非常的谨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战略安全上面来我们讲的掌控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而不会陷入于战略被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没有忘记哦，以哈冲突其实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甚至一个最新的轰炸是以色列又轰炸了也门，死伤继续在扩大。周老师，对，因为那这个以色列政府宣称就是说这是回应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哦，他向以色列攻击，因为这是第一次台拉维夫受到这个青年运动组织的一个攻击嘛。那么以色列这个攻击行动很有意思，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因为他在这个攻击前，他向美国做过通报所以说他表示说，他还是没有破坏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默契。那他的确是一个防卫性质的，但他这个防卫性质的回应呢，因为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对以色列台拉维夫攻击，以色列死了1个人，然后他回应呢，他这个也门死了3个人，然后受伤了87个人，所以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哦。那所以当然它有可能让局势升高，而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2点。其实现在是一个以色列这个情势不断升高的一个过程，不只是针对这个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包括真主党。现在以色列也有消息传出来说，他正在积极的准备跟真主党扩大他的这个战争，扩大他的这个冲突。包括在以色列北部的这些医院呐，它的救援系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预备一个更大规模的战争。然后24号，纳坦雅胡要到美国去访问，那么他有可能会见到川普，这个可能是拜登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所以拜登现在有人说是不是今天会退选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他绝对要就算他真的要退选，也要在24号之后，他不愿意在纳坦雅胡来的时候这个示弱所以说纳坦雅胡的做法其实就正是让拜登处境越来越艰难，因为纳坦雅胡非常知道情势越紧张，对纳坦雅胡继续执政是越有利的所以他对于任何对他的攻击会加大的回应，加大的报复。那对于真主党不断的这个骚扰，他也可能会加大的这个回应。那这些都是急切希望停火的拜登政府呢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你看，其实以色列的做法跟这个什么呢？泽伦斯基刚好是相反的。现在传出来说，泽伦斯基有可能会接受和谈，有可能会这个改变他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他非常了解到，一旦川普上来，川普跟普丁之间的关系会可能使他呢会失去会处境比现在更艰难，所以他还不如现在就能够这个及早下马。那如果是他愿意现在就下马的话，说不定对于拜登的选情还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看看这2个人到底怎么去玩拜登，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拜登他这个进退的这个决定。美国队长现任的总统是被怎么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对，刚才那个我们前一段左老师有评论说这个川普现在还没有当总统，可是呢，他却把情势塑造为就是说，我其实已经预备要做总统了，我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用以来打压拜登那我明明白白的看到，就是说他这个影响力就发生在
乌克兰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一方面呢就是泽伦斯基显然立场松动啊，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张将军也有讲，原来泽伦斯基前一段时间还讲得很强硬，他们自己内部通过一个法律，就是通通不能够去谈，谁谈谁就是背叛者，可是他现在觉得他得来谈。第二个是呢，我觉得欧洲也是很现实啊。